你是不是正在考虑入手我身旁这辆 Omoda C9 呢？是的话，一定要把今天的视频看完哦，搞不好今天视频有你想要的答案。哎呦，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听我附近的 J.Crew showroom 的 SA 跟我讲他们 Omoda C9 的订单爆单当然他们一间 showroom 呢收到订单最少有200张可见这个 C9 发布之后呢，确实吸引到大部分想要入手这辆 Omoda C9 的买家啦。当然，我也有跟这个 J.Crew Malaysia借来这辆车来做一个长途试驾。在这个长途试驾体验方面呢，其实我也有发现到这辆 Omoda C9 它的一些好的地方，还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所以今天就来分享给你们知道。当然少不了这个油耗表现测试，还有就是它的0到100，100到0的测试体验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可能有些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对于这辆 Omoda C9 不太熟悉，因此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辆 Omoda C9。Omoda C9 它的定位是一辆可以 light off-road 的 D7 Luxury Coupe SUV。在马来西亚呢，它有2个配置 ，Front Wheel Drive 以及 All Wheel Drive。售价分别为168,800块钱以及188,800块钱。当然，不管是 Front Wheel Drive 还是 All Wheel Drive 都是采用了2.0四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爱信的8AT 压箱作为动力输出。我个人认为C9 呢，它可以算是一辆蛮有性价比的 D7 SUV 啦。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想要更加了解 Omoda C9 2个版本的配置、service 以及工期的差异的话呢，你们都可以参考我之前所发布的这个视频哦。好，大致了解完了这辆 Omoda C9 它的一些参数配置之后现在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到底我在这个长途试驾体验方面发现到这辆 Omoda C9 它有些什么好的地方，还有些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首先就是这个外观部分方面这个外观部分方面呢，其实我就无语置评大家的美感都不一样嘛。可是我把这辆车驾去找朋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辆 Omoda C9 它的外观设计蛮好看、蛮帅的再就是我有发现到呢，这辆 Omoda C9 在它的隐藏式门把手收起的时候，也有做了一些优化。讲讲呢，之前我在这个 J7 的影片里面有讲到这个 J7 它的隐藏式门把手在收起的时候，那个口一声非常的大声，因此第一次驾这个 J7 的朋友可能会被这个声音吓一跳啦。但是呢，这个 Omoda C9 在收起的时候，这个口一声呢就变得非常小声了。所以因此他们在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上面呢，我相信有做了一定的优化。再加上呢，在关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个车门关门的声音非常的厚实，非常的 solid。再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会关心一个问题Omoda C9 它的尾箱承载能力如何？我也有做了一些测试啦。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可不可以放 golf bag 为了你们，我把我尘封已久的 golf bag 给拿出来了啦。这个 C9 它的尾箱确实可以很容易的把一个 golf bag 放进去。但是它是只可以用斜放的方式才可以放进去啦，你不可以把它横放或者是垂直放当然你斜放的话呢，你的左右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让你放其他的东西，所以放 golf bag 没有问题。再来是行李箱测试，我也有测试了啦。我把一个大型行李箱放进去过后呢，它还可以放4个20寸的行李箱，而且还可以让你再放多一个手提 bag。因此 Omoda C9 它的尾箱承载能力非常适合5人家庭使用。所以在这个外观以及它的尾箱承载能力的分享大概是这样子啦。现在就让我们进到里面去，来看一下到底这辆 C9 它的 interior 部分呢，有些什么地方是好的，有些什么地方是可以优化的。这个 Omoda C9 呢，它的 interior design 我觉得算是比较偏向那种成熟稳重型的设计在这个 interior 部分呢，我有找到2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小巧思的设计。首先就是在这个中间 console 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打开这个侧板，在这个杯架下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空间，可以让你放东西。因此，如果是说要收私房钱的话，确实这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个车门门板的部分呢，其实它的这个储物空间，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怎样讲呢？因为这辆车我把它从 KL 驾回来新山的时候，我一个人驾车嘛，所以我要放零食我要放糖果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我会非常不顺手，中间的 console 非常大个，非常的顶我去拿东西。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些零食面包放在这个车门旁边，我可以很顺手的拿。再加上呢，它也有做一个非常小巧思的地方，就是它有在这个车门板这边呢开了一个洞，让你可以放饮料。所以我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呢，我拿零食面包就真的是可以非常的顺手。在另外一个非常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它的 Sony Speaker。这个 Sony Speaker我可以很confirm的跟你们讲，
绝对不是挂名罢了。它的 Sony speaker 呢，真的非常有料。这个 Sony speaker 带给我的感觉呢，它的沉浸感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听。尤其是当你在开一些演唱会那种音乐的时候，哇，你可以感觉到，你闭起眼睛你躺那边，你听它的 Sony speaker 所播出来这个演唱会的歌曲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好像坐在演唱会的现场这样子，那个明星在你面前唱歌给你听，那种氛围感，那个 surround 感，真的是一流当然，这个音响表现也不只是我讲罢了我还有带我朋友去试驾这辆车，他们都觉得这个 Sony speaker 它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一流。除了这个 Sony speaker 非常动之外现在我要讲一下这个乘坐体验不过讲到这个乘坐体验之前呢，我要开一下这个座椅通风功能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马来西亚真的是很需要这个座椅通风功能。在这个3个小时的驾驶体验方面呢，其实我坐下来这个椅子真的感觉到它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还有这个腿托功能。这个腿托功能真的是可以把我的腿部完完全全的把它支撑着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坐在大沙发那种软软的感觉，不会，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硬这样子所以整体坐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支撑性，它的舒适性还是有在的。再来我们讲到驾长途驾长途最怕的东西是什么？最怕的东西呢，就是那辆车的风噪跟胎噪很吵，你驾车的时候呢就会很烦。可是呢，这辆 C9我也有确实真正的去测试一下它的那个噪音表现当然我也不会跟你讲我是驾80去测试啦。我把这辆车呢加到160的时候，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辆车它的风噪跟胎噪的感觉大概像是平常的车子加120、130这样子，所以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确实非常的好。我们驾长途车还有一个东西呢，也是现在必备啦，就是 ACC 跟车。当然这个 C9呢，它的 ACC 跟车，我觉得它做到也是非常的到位，它的宽容性也非常的高。讲呢，首先就是它的 steering 呢，在我们放手的时候，它大概是可以让你20秒过后，它才会提醒你要抓住 steering。因此呢，如果是说今天你是一个人驾车的话，你想要喝水开零食所以你们就可以短暂的开启这个 ACC 跟车，让它在维持这个车道之中的时候，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短短的空档时间去开你们的水，或者是开你们的零食。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系统它不是让你们去做自动驾驶的所以你们在开零食或者开水的时候，你们还是要把你们的眼睛看着前面的然后如果是说今天有意外的话，可能突然有一辆车闯进来的话，你们还是要可以做到及时控制这辆车。再来这个驾长途车其实也不只是长途车啦，我们平常驾车最好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视线看来看去啦，看一下米德看一下这边就很危险。所以这辆车呢，它也是有具备了这个 HUD 的功能，它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有，像什么 Blind Spot Monitor ACC 跟车你的跟车距离它都会显示在那边，甚至你的油量表它也会显示在那边。而且加上这个 HUD 它不管是在大太阳底下还是夜晚雨天都好，它都是非常的清晰，所以这个 HUD 够你们日常使用了的。最后一个好的地方这样 C9 呢，我觉得就是它的车内空间。讲呢，当时把这辆车从 KL 驾回来新山的时候，哇，整个的空间感非常的大然后我一回到我的工厂去驾 J7， 我去送车嘛，驾 J7 的时候，怎么感觉 J7 变得好小它里面的车内空间。之前没有驾过 C9 的时候没有长时间驾 C9 的时候，觉得 J7 的空间 OK 没有什么问题很好但是一驾了 C9 后，一跳去 J7， 所谓的缩小的压迫感，真的很明显。重点是除了这个左右的横向空间大之外后座的空间真的非常棒。我把前座的 passenger 椅子移到最靠后，我的膝部空间、头部空间、整体的空间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我也有测试了，找一些比较体型巨大的朋友坐上去，他们都感觉到这个空间没有问题，即使是把这个前面左边的椅子移到后尾，后座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我也有测试了，把这个前面左边的椅子移到最前面去，哇，那个空间感真的是大大的 upgrade 大到如果是说今天那个椅子可以做到全放倒就真的非常舒服所以这整个的车内空间呢，只能说 D segment 就是 D segment 好，有好必有坏讲了7个优点之后呢，现在来分享一下这辆 C9 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先事先声明因为今天这辆 Media Car可能是外国进口的关系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外国进口呢？
因为我发现到它导航定位是定位在澳洲，它也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选择，所以我可以合理的怀疑这辆车呢它是从澳洲进口，就让我们这些媒体或者是公众可以预先试驾的一辆车子啦。以上我所提到的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呢，可能会跟马来西亚版本的会有所不一样，当然你们也可以当做是一个参考啦哈，所以你们到时拿车的时候再来看一下会不会有跟我提到相同的问题啦哈。当然有相同问题的话呢，也希望这个 Jacob Malaysia 呢可以做一个优化啦哈。好了，现在呢就要开始第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第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它的压箱调教。讲讲呢，我在highway驾车的时候，当我要搁车的时候，我踩下去油门，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当在要做退档的时候，你需要扭力的时候，它确实会慢半拍，才会让这个动力去做 kick in。可能我猜测啦，是为了让这辆车没有这么激进，或者是让这辆车它的驾驶感呢比较舒服，才做这样子的调教。再来第二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就是它的冷气旋钮。我们之前讲这个 J7 嘛，它没有这个实体的冷气控制按钮嘛，所有的冷气控制呢，你是需要通过那个大萤幕去做调整。而 C9 呢，它是有这个冷气旋钮确实平常驾车的时候呢，真的非常好用，你要想调都 OK， 你不用去操控那萤幕去做调整。可是我也发现到一个问题当我们连接了这个 Apple CarPlay 之后呢，我们要调整这个冷气，不管是风量、冷度它都无法显示。你现在你调的风量是大小如何，你的冷度是如何。如果是说今天我一边驾车一边要调冷气的话呢，我还需要把它推到最外面的界面，我才可以知道我现在的冷度是多少，我的风量大小是多少。然后调好了之后呢，我还得回到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里面做导航。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还是得要去接触到这个萤幕主机去做调整，是不是？所以这个实体的旋钮它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你不用特地去挑一个界面出来啦。你可能像那种音量控制这样子，你调大小音量控制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小小的 screen， 然后可以显示风量或者是冷度，就很 OK 了的。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讲到这个优化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 CDC Suspension 3种驾驶模式下面呢给到我的不同的感受啦。这个 CDC Suspension 呢，我也有在这个 City Road 去驾了差不多2个小时测试了好几段路啦。在这个 Comfort 模式下面呢，其实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它会有很多余的晃动感，感觉到好像在坐船这样子。然后我也有把这个 Comfort 模式去测试了大的绕道嘛，在这个绕道的时候，我是以60的时速去绕这个非常大的绕道。可是呢，这个 Comfort 模式的这个 CDC Suspension 它给到我的感觉那个 body roll 非常的明显，有一种要往外抛出去的感觉。然后再过那种黄色的减速带的时候呢，它整体的滤震感呢是非常的舒服的。而且我也把这辆车呢也拿去我们新山最多 hum 的地方去测试，就是那个 Mid Valley 新山 Mid Valley 呢，它的那个 hum 有17个这么多而且那个 hum 不是那种圆 hum 它是尖 hum 来的，3个为一组。这个 Comfort 模式呢，它过 hum 的时候呢，确实会很舒服，它的那个懂下去的感觉会很少。所以在过hum的时候，这个乘客会感觉到非常的 OK。Standard 模式，当我一切换的时候呢，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在 highway 路上那种沉浮感确实减少了，可以感觉到这个 suspension 呢有变硬的感觉。当在绕道过弯的时候，以时速60过弯的时候呢，确实那个 body roll 呢会比这个 Comfort 模式来的少，但是呢，它的 body roll 还是会有的啦。再来是在过这个黄色减速带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这样 C9 呢，它确实会比较跳一点它会比较硬一点，它那种咚咚咚咚的声音也会比较明显。然后我们在过那个17个 hum 的时候确实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这个 CDC suspension 呢，它会比较硬。当你在用20的时速过那个 hum 的时候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说要用 standard 模式去过那个 hum 来讲的话，可能要把这个时速放低一点，可能放到15、13再来过这个 hum 会比较舒服。Sport 模式的这个 CD suspension 呢，它给到我的感觉，它就比较单刀直入。它在跑 highway 的时候呢，整辆车非常的 stiff， 非常的稳，它不会有那种太多浮浮沉沉那种感觉。当它在绕耳包的时候，以60的时速在绕这个绕耳包的时候呢，确实它的 body roll 真的明显的比 standard 跟这个 comfort 模式来的少很多。可是 SUV 的 body roll 呢，还是有那种物理限制啦。
还是有，但是它会让你在过这个绕包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有 confidence 的啊。不过讲回来啦，当它在过这个黄色减速带的时候呢，哇，就真的非常的跳，那种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觉，哇，很硬啊。如果是说你已经有载乘客、载老板的话呢，你的老板或者是乘客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毕竟这是一辆低成本豪华的 SUV 嘛，为什么给到这种避震回馈感，好像那种sport car 这样子嘞？啊，所以在这个过黄色减速带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像 Comfort 或者 Standard 这么舒服啦。再来就是在过这个17个 hump 的时候啊，确实很硬、很跳。所以总体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啦，在马来西亚路啦，比较适合用的是 Standard 模式。当然，如果是说跑 highway 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切换成 Sport 模式啦。可是讲完这个切换哦，就我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啦。CD Suspension 呢，我们是可以用手动切换的，就在这个 Vehicle Setting 里面。那么在这个 Vehicle Setting 这边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Suspension Linkage， 它是可以让你做选择的。当你选择了这个模式之后呢，你就不可以失火了。原本是 Standard 模式，它的默认模式是 Standard 模式嘛，所以你切换成 Sport 模式之后，可能你走了一段路，你去上厕所，你失火了上厕所，然后你回来 start 这辆车，它又会跑成 Standard 模式，所以它没有这个记忆功能啊。这点来讲的话呢，也希望 J-Cool Malaysia 接下来呢，可以对于我们这种使用者在用户上面呢进行一个加强啦，就是让它可以去记忆我当下想要的驾驶模式。可能我现在想要用这个 Normal 模式，但是我的 Suspension 呢是用 Sport 模式，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忆啦。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实用性上面呢也会比较方便。再来还有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 Steering 上面的一个快捷键啊。这个 Steering 上面呢，在左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星星嘛，这是一个可自定义的快捷键。当然在哪里可以 setting 呢？就在这边也是 Vehicle Setting 里面，它有一个 Steering Wheel Button。你打开进去，你就可以发现到它里面有很多东西，也不算很多啦，几样东西啦，可以让你去做 setting。可是呢，我觉得它可以 set 的东西就很无关紧要啦。假设说今天我选择这个Vehicle Setting， 好，按了进去过后，假设说今天我边开车，我要去 set 我的 suspension，OK， 我按了，好，来到这边了。来到这边之后呢，你还是需要去触控荧幕去做调整。然后可能调好了过后，我没有其他按键可以回到主页面，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算是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啦。所以以上这几点呢，算是我在之前试驾所找到的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啦。但是我还是要重新声明一下，这辆车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外进口的版本，所以这个 software 上面呢，可能跟我们本地版本呢会有不一样。所以实际来讲的话呢，还是要等到这辆车实车交给车主的时候，车主再进行测试啦。啊，当然如果是说今天你们遇到的问题跟我在这辆车发现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话呢，你们也可以跟这个 showroom 那边反映一下啦。啊，当然我在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有跟这个 showroom 的工作人员讲了一下啦，所以他们也讲了，他们也会注意一下，到底他们的车子会不会有跟我这辆车子相同的问题啦，好。好，又来到振奋人心的时刻了，就是要测试这辆 Omada C9 它0到100，100到0的表现。当然，这一次测试呢，我也不会测试 Economy 模式，我们直接从 Sport 模式走起。Sport Mode。Omada C9 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100。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这辆Omada C9呢，它的动力输出调教或者是这个压箱调教呢，算是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那一种，就没有像可能之前我试过的 Tiggo 8那种2.0 Turbo 搭配7 DCT 那种非常激进的感觉，所以驾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顺畅但是激进感就确实真的是没有。
OK 了，看完这个0到100、100到0的加速表现体验之后呢，场景又换了哈，我们来到了平常我们拍 off-road 的地方啊。没错了，这辆我们的 C9 呢，官方宣称啊，它是一辆可以 off-road 的 coupe SUV。So 怎么能少了这个 off-road 体验？刚刚啊，我们把这辆车加上来的时候啊，其实这辆车呢，它的表现啊，真的是非常轻松哦。而且啊，我也没有特地去开一些什么 off-road mode 啊，整个全程我都是用着 normal 模式，加上这一个 sport 模式的这个 suspension 啊，这样子就非常轻松上来了。而且啊，你们在画面上面呢，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跨过这个水沟啊，也非常容易。所以这辆我们的 C9 确实要去玩一些非铺装道路啊，这种 light off-road 来讲话呢，真的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非常方便啦。好了，听完了我讲完这些 light off-road 的体验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辆车它的油耗表现如何。我们的 C9 油耗数据呢，可以分为3种驾驶情况。我从达玛萨拉出发到苏奈伯西啊，在 KL 这种中高速驾驶路段呢，一共走了18.4个 km， 拿到了百公里油耗数据为11.3个 liter。至于全程300多公里的南北大道，大概3个多小时呢，我都是以110到130的速度行驶，拿到的最好的百公里油耗数据为8个 liter。最后到了油站啊，这个我们的 C9 它的高速路段百公里油耗定格在8.5个 liter。最后啊，就是中低速行驶路段比较多的 JB 区，我拿到的百公里油耗数据呢，你们就当做参考就好啦。因为整个油耗数据呢，包含了我去 off-road 测试 suspension 以及0到100、100到0这种平常你们用车不会有的情况啦。最终啊，在出发去 KL 还车之前啊，这个中低速路况的百公里油耗表现为14.6个 liter， 而这个油表显示呢，我还可以走144公里。所以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个欧盟的 C9 它的油耗表现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发表你们的看法哦。OK 了，基本上呢就是今天这辆我们的 C9 的全部内容了啦。不知道荧幕前的帅哥美女，你们觉得今天的内容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当然你们都看这边了啦，也希望你们为这个视频点个免费的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